人重生回到小学时期，获得了洞悉一切的鬼眼。在抽奖活动上，凭借仅有的2块钱，竟直接刮出了1等奖洗衣机。就在别人拿着纪念奖勉强安慰自己的时候，唐云则将所有大奖揽入怀中，并当场进行了售卖，只留下2台自行车。揣着刚收获的1480元巨款，有的同学震惊他的运气逆天，有的同学却嘲讽他走了狗屎运。殊不知唐云能看到票子上面淡淡的金色雾气，而这奇异的能力是随身小黑子带来的，且附带了一个随身听的闭口电。妈，我回来了，今天吃什么呀？我给您打下手。母亲张化今年已经32岁，在市里的砂轮厂工作，是一名普通工人，日子过得还算可以。只是婆婆李红琴总是百般挑剔。唐云的父亲唐国斌夹在中间，很是为难，每天下班就被李红琴叫到自己房间里扯东扯西，直到睡觉才放儿子回屋，导致父母经常没有时间交流，慢慢也就造成后来的疏离。在唐云心里其实是有些恨他奶奶的，若是没有他奶奶在中间挑拨，他也许会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。女儿真乖，妈妈不用你帮忙，快去写作业吧。放心吧妈，作业在学校我都写完了，我帮您打下手，跟您学手艺。看女儿坚持，张化也乐得开心。女儿可是越加的懂事了。一顿饭坐下来，母女2人有说有笑，十分融洽。累了一天的唐国斌下班回家，看到这一幕，觉得很温馨。爸爸下班了，快去换衣服，马上就能开饭了。今天宝贝女儿也下厨了，那可得好好尝尝。饭后，唐云帮母亲收拾碗筷，转身时发现，果然奶奶又将父亲拉到自己房间，于是将母亲买的西瓜切了几块，端着盘子来到奶奶面前。爷爷奶奶，吃点西瓜。妈妈说今晚的菜有些油腻，特意切了西瓜让我送来，给爷爷奶奶解腻。李红琴不太喜欢唐玲，这孩子从小不是她带大的，而且性子闷又内向，不似老三唐国华家的双胞胎姐妹那么亲厚。但是今天这番话说的甚得他心，这个家他李红琴可是老佛爷，就应该以他为重才对。而唐国斌见女儿如此孝顺，定是妻子教育的好。想起妻子时，心中有些羞愧。结婚头几年2人非常恩爱，但是母亲总是挑妻子的毛病，开始他并不相信，但是时间久了，心中也难免就起了疙瘩。现在听到女儿如此说，便觉得是自己误会了妻子，不能光听母亲一人说，也该和妻子好好沟通。老三今天还挺孝顺的。糖糖啊，你也吃，别光顾着我们，给你妈留了没？看着慈祥的爷爷，唐云有些感慨。他一直觉得爷爷与奶奶不似那么亲密，直到后来才知晓奶奶李红琴是爷爷的第2个妻子，爷爷的第1个妻子是自己找的。2人日子艰苦，过得却很开心。可爷爷家里却不同意，硬是拆开了2人。虽然奶奶对唐云不好，但是爷爷还是很疼唐云的。爷爷放心，全家都有份。爸爸，今天学校发了手工作业，要求家长一起做。说完这话，唐云便拉着父亲回了自己屋里，和母亲一起动手做手工。期间的气氛融洽，3人也做得很开心。看着父母的笑容，唐云心中欣喜，父亲和母亲是相爱的，只是缺乏沟通而已。都说孩子是夫妻间的桥梁，确实不错。重新迈入小学校园，唐云有些恍惚，校园中的一切都没有变，改变的只是他的心态。看着教室里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唐云嘴角微翘。前世一直很胆小，以至于毕业后便与小学同学断了联系，为此还一直觉得惋惜。没想到兜兜转转竟然又回到了这里，盯着木桌中间那条歪歪扭扭的38线，唐云忍不住乐了起来。这可是小学重要的回忆。同桌，我也觉得你画的这条38线太丑了，像个蜈蚣在爬。唐云嘴角抽搐，他想起来这条蜈蚣爬确实出自他手。黛比啊，圆圆。唐云瞳孔微缩，思绪顿时飘远。刘星是他小学里最好的朋友，初中没有毕业，家里便出事退了学，听说过得很艰苦，后来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既然重新活了一次，那么他一定要改变刘星的命运。圆圆，抱歉，刚刚走神了。我是说，估计明天老师就能宣布这次的参加数学竞赛名单了。数学竞赛？对啊，每次竞赛都是那几个人，都没有必要宣布了。有几个名额？前世他体育为学校拿了很多次奖，但是升学考试却没有占到一点优势。毕业考试时，他以194分的成绩，却输给了一名190分的学生。最后那名学生去了名校一中，而他却去了一所普通的中学。主任给出的解释是，那名学生小学知识竞赛为学校拿过奖，而唐云对学校没有贡献。6个名额啊，苏简、司徒文、司徒浩、梁文书、颜烨、王子聪，老师肯定会选他们去参加。你很想参加？你怎么知道我想参加？全都写在你脸上了。我小姑在补课班给人讲奥数的，我和小姑学了很久呢。也许这次会选你呢。刘星撇了撇嘴，只当唐云是在安慰他。下课后，唐云来到办公室，找到了金老师。老师在填下周数学竞赛的报名表。对。金老师刚有些疑惑，便见到唐云掏出一把崭新的钥匙放到他面前。这是老师家住得远，没有自行车代步实在不方便。若是老师不嫌弃，小意思就请笑纳，也算是我为班级做贡献了。唐云只是淡笑，而金老师心下却在翻滚，因为唐云所表现出的一切，无疑不给人大气沉稳的感觉。见并未有人注意到这点，盯着摆在面前的钥匙犹豫着。车子我停在校外小卖部门口。你为班级做的贡献，老师记在心里了，班级也不会忘了你。乔老师说的。
为班级做贡献是应该的。有什么困难和老师说，老师能帮你的肯定帮衬。困难倒是没有，不过我确实还想为班级做点贡献，不如老师给我2张报名表，如何？你想参加数学竞赛？唐云点点头。那另1张是给谁的？刘鑫。刘鑫啊，他的成绩也还算不错，只是数学竞赛恐怕他不太适合。金老师，刘鑫的小姑是骄傲树的老师，刘鑫跟着他学了很长时间，相比其他同学，我相信他更有优势。那好吧，这次就给你们2个人一次机会，希望你们能好好表现。当刘鑫拿到报名表的时候，激动地抱着唐云猛跳，没想到唐云随口说的话竟然成真了。周末休息的时候，唐玲让母亲带她去市图书馆，用母亲的身份证办了图书租借证，借了英文相关的书籍。她大学读的是英语专业，知道英语在将来的重要性，因此要提前做好准备。这么久以来，唐云一直有些恍惚，那种重生后知晓未来，有了可以掌握命运的能力，既害怕造成蝴蝶效应，却又想去扭转人生，活出不同。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，从他重生那天开始，这个世界便已经发生了改变。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，转眼就迎来了大家期待的数学竞赛。唐云拿到卷纸后，用了20分钟便完成了答卷，在3名老师和无数学生的注目下，将卷纸放到讲台上，转身潇洒地走出了考场。一时间，整个教室安静异常，直到唐云走出了教室，监考老师才反应过来，本以为是胡乱作答的，但是在看到那张卷纸的时候便震惊了，这简直不可思议。走出考场，唐云伸了个懒腰，也不管他的答卷会带给监考老师多大的震撼。接下来的时间自理，他决定去 S 市的古玩市场逛逛。92年古玩才刚刚兴起，古玩市场就是一条街道，街道2边都是商铺，摆地摊的都是在商铺的门口不碍事的地方，在地摊处买卖古玩都是自愿的，成交了便不能反悔，这是很考验眼力和运气的。在古玩市场里逛的大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人，大都是古玩爱好者。唐云走在古玩市场里有些扎眼，但摊主们对于他并不感冒，只当是小孩子瞎乱逛。唐云也不会对这些上心，他今天来这里就是想再做个实验，也不知道古玩和玉石是否能辨别。摊主小心翼翼地守着一堆破烂，却把宝贝当垃圾一样扔掉。唐云白捡下来之后，还没来得及高兴，便见到前方摊位一条手链泛着淡淡的光芒。一番问价后，只花了10块钱便将其拿下。果然可以辨认出古董。将东西都扔进小灰的空间后，唐云看到前边聚集了很多人，在费劲挤进来之后，询问了一名老者才知晓，这是古玩市场每月1次的交易会，而老者则是难得在这里见到一个小姑娘，一时来了兴趣，便多说了几句。没成想2人聊得很投缘，越聊越开心，甚至还差点成为了忘年交。魏爷爷，您是说这古玩市场还能赌石？那是当然，只不过这种东西不能太明目张胆，一般都是业内人士才知道具体的时间和地点。那不知魏爷爷能不能带我也去见识见识？哦，小唐还想赌石？只是去见见世面而已，我也想像魏爷爷一样，知识渊博。这小鬼灵精，还懂得拍马屁。小唐是真的想去，难不成我还要拿着这打去魏爷爷？这周末就有一场赌石，早上8点在这见，我带小唐去见识下。那我就先谢过魏爷爷了。大家安静一下，这次交易会马上就要开始，一切扁程货物出手概不退货原则，希望大家交易顺利。今天要竞价的第一件藏品是清末时期的荷塘鼻烟壶，一价800，有兴趣的可先到台上鉴别，之后出价竞拍。主持的话音一落，就有不少藏友纷纷登台，拿着各种的鉴定工具鉴别着。这荷塘鼻烟壶画工细致，色彩艳丽，材质精美，画意生动，确实不错啊。咦，这鼻烟壶壶底有刻字啊，夜莺柱。夜莺柱，可惜了，还以为遇到真品了，哪知是件仿品。仿品怎么说？其一，夜莺叶大师都是以花鸟为主；其二，这叶大师都是以其字刻名，夜莺小字冠之，所以他的作品都是以叶冠之入刻。哎，原来是件仿品，不值钱啊，不值钱。众人鉴定了一圈后，大多数都放弃了竞价，最终被魏老以1200元买下。大家都说是仿品，小唐就不好奇我为什么买下。好奇啊，不过我好奇的是，什么时候才能像魏爷爷这般眼光独到？不愧是我魏老看上的小丫头，小唐果然与众不同。其实唐云一见到这鼻烟壶就知道这是真品，只不过他靠的是异能，而魏老定是学识渊博，眼光独到，也因此唐云对其甚是佩服。魏老，这仿品你怎么给买了？哈哈，难得遇到叶大师的作品，价格这么便宜，捡漏当然不能放过了。魏老有不同见解，见解倒不敢说，不过我却知晓，叶莺从13岁开始做内画，要知道古人要成年行了弱冠之礼，才会冠小字，而叶冠之则是叶莺成年后的小字。这鼻烟壶壶底刻的夜莺柱，说明这是他未成年时的作品。另外，夜莺未成名前是以荷塘为主，现在市面上的花鸟为主的作品，都是他成名后的作品。魏老的眼力，我自愧不如啊。李老不必自谦，这夜莺前期的作品非常之少，几乎没有流传出来。我也是在一场交易会上从叶弘毅大师口中得知，叶弘毅大师可是叶氏内画的传人，是以才会知晓此事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由于众人刚走饱了，接下来的几件藏品便更加
加的谨慎。唐云则跟在魏老身边，每竞价一件古玩，魏老便会给唐云讲一些古玩的知识。唐云听得认真，慢慢的也根据藏品提出一些疑问，听得魏老心中震撼不已。毕竟只是听一些评价，便能独到的发现一些仿品的破绽，实属罕见。后生可畏啊！接下来是我们这次交易会自由竞拍的最后一件刘展鹏的珍宝斋，底价200万。天哪，刘展鹏要卖了珍宝斋，光是珍宝斋的古玩就不止200万吧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珍宝斋里的玉石和古玩大部分都半空了，光剩个空壳子而已。200万买个空壳子，你买啊？空壳子卖200万，他咋不去抢？魏爷爷，这刘展鹏是什么人？为何要卖了自己的产业？这刘展鹏我也听过，在 S 市古玩玉石界很有名气，不过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。我不是 S 市人，只是每个月会来这几天而已。魏老见唐云好奇，便带着他来到李老那里了解。原来刘展鹏极富经商头脑，经营的珍宝斋里面古玩和玉石俱全，在业界很有名气。不过在最近的一次赌石中被人使绊，一夜间倾家荡产。在人品方面，李老他们给予的评价很高。这刘展鹏是个十分讲义气的汉子，为人又热情，所以人脉比较广。此次他出事，也有不少人给予了他帮助。可惜祸不单行，刘展鹏的妻子竟然拿着所有的钱财跑，赌石的钱没还上，又欠了一大笔的人情债，一时间压得刘展鹏一蹶不振。就算变卖了自己全部的产业，也没能还清账务。最终刘展鹏的珍宝斋还是没能卖出去。刘展鹏颓废的下台离开。不过他没有发现的是，在他离开后，有一道视线注视在他的身上。200万，看来需要想办法先挣点钱了。魏爷爷，古玩桌上是不是谁都可以出售古玩？你有物件要交易？就是他。还真有啊！小唐丫头，把你的手链拿下来吧，让咱大家伙鉴定鉴定。好，这是琉璃材质，是琉璃不错，只是看这琉璃的成色和制作工艺，绝不是现在的手法。咦，这李老是否看出了什么？魏老是不是心中已有判断？相传琉璃制造之术在公元前便已出现，从此物的成色样式以及制作工艺上来看，我在怀疑它是否就是传说中范蠡送给西施的定情之物。什么？我也有些怀疑，此物就是传说中的七宝琉璃珠。不过这也只是我的怀疑，到底是不是，以我的水平还是辨别不出的。此物是古物没错，若是想确定是否为七宝琉璃珠，其实也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当年越王任命范蠡督造王者之剑，鉴定出相见之物便是琉璃。若此物却是七宝琉璃珠，那么定是范蠡督造铸剑之时，与相见之物的琉璃是一炉所制。只要将此拿去和王者之剑上的琉璃进行比对，定能得出结果。王者之剑，这个我知道，听说是叶弘毅大师将此剑收藏了。小唐丫头，此物可能极有价值，你确定要买？什么？这古物竟然是个孩子的？小姑娘，你这手链怎么卖？价高者得。小姑娘，我出10万。10万，小气，你都让孩子玩呢。小姑娘，我出50万。我出55万。68万。70万。125万。150万。180万。200万。什么？就那么一条手链，就交到200万了？看来这手链的得主定是在李老和魏老2人中诞生了。这小姑娘可有福了，将这手链卖出去，这辈子都不愁了。200万就一辈子了，这人是不知道后世的房价物价有多高啊！竞价还在继续，最终魏老以300万的价格竞到了唐云花10块钱买的手链。不过唐云只收了魏老200万。魏老知道唐云这是卖给了他一个人情，也知道唐玲是真心的感激他，他也确实喜欢小唐丫头，自然也愿意卖唐玲一个人情。小唐丫头，你那手链是哪来的？地摊上淘的。捡漏捡的啊？花了多少钱？10块。小唐丫头有前途啊！也就在这时，一行人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。云云，你不讲义气，都不等我们，自己先跑了。考场不在一起，我这不是走散了吗？好吧，这次原谅你了。好，只考了20分钟就出了考场，要是真能遇到，那真是奇了。20分钟，云云你就答了20分钟，你也太打击我了好不好？我这不是坐不住吗？就先跑出来了。外公，魏爷爷威武。小丫头还敢调笑我？这是外公，不会是眼花了吧？可不能叫这小丫头看了笑话。你们怎么来这里了？今天不用上学。你们2个臭小子，不好好上学，跑这里来瞎胡闹，我看你们是皮痒了。这才对嘛，外公，不是，我们没逃课。没逃课？你当我老糊涂了不成？魏爷爷，我们可是拿着免死金牌，光明正大的逃课呢。在解释完后，魏老的脸色才缓和了些，随后叮嘱了几句，便急忙离开了。真是奇了，唐云，你什么时候认识我外公的？刚刚。你们来多久了？我们才到不久。司徒浩说这里有什么古玩交易会，我们过来看看热闹。听说今天交易会有一条古玩手链竞价到300万呢。对啊，那可是300万的手链，我好想看看啊！想看还不容易，回去朝他外公要不就接了。这时人群中突然传出了一阵喧哗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300万啊，我的300万啊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听说今天那条7宝琉璃珠原本是他地摊上的货，结果走宝了。走宝了？他多少钱出手的？10块钱。这完全当破烂卖的啊！这哥们真 TM 的牛。
男人奋斗半生风光一时，却被对手算计导致倾家荡产，最后还被老婆卷走他借来的所有钱款跑路，如今负债累累，面对来势汹汹的追债者，不仅要遭受侮辱，甚至连倾注所有心血的珍宝斋都要被仇人霸占。王平这个狗，我刘展鹏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他。一时间一股悲凉席卷全身，难道真是天要亡我？做鬼那还不如下辈子做夫妻，你还能虐他。要钱而已，坐下谈即可。老大，一个人的能力并不是年龄决定的，我相信冯老大能成为这些人的老大，靠的并不是年龄。不错，我想知道王平给的最后期限是什么时间？这个周末。唐云点点头，然后伸手掏出一小沓。冯老大，能否通融一下？周末晚间再来珍宝斋收钱，若是到时还收不到钱，那么冯老大按规矩办事。我想刘展鹏也无话可说，虽然我年纪小，却也知道道上的规矩，这些就当是给兄弟们的辛苦费，还希望冯老大不要嫌少才好。冯三并不是矫情的人，既然唐云上当，那么他也愿意卖给他一个人情。这个周末我会来收账，而且一定要收到。对，想知道我为何要帮你？怀疑我是否有能力帮你，还是我帮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不是圣人，帮你自然有我的目的。你欠下的债我可以帮你还，并许你一个锦绣前程。不过我想知道，你认为自己如今还有什么可以让我投资在你的身上？刘展鹏愣愣地看着唐云，不知为何，他心中有个声音告诉他，这个女孩就是他的希望，他的转机。可想到自己如今负债累累，自身又如何还有什么投资的价值？一时间神情有些郁郁。哼。因为一次失败就一蹶不振，古玩玉石大王想死很容易，这100就当我赏给你半身后事。刘展鹏的眼睛瞪得老大，满眼的不可思议。我刘展鹏落魄的连死都死不起了吗？连死都不怕，还怕死后丢了面子，死后不过一堆灰土，又有谁会记得你？是呀，我连死都不怕，难道还怕死后之事？一直以来，刘展鹏都很在乎面子尊严，不愿屈居人下。但是听了唐云的话，顿时心中豁然开朗。我一定有你投资的价值。很好，周末这里有场赌石，你是否有价值不是你说了算，而是由我决定。望着唐云离开的身影，刘展鹏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。他从来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的几句话，竟然能将他从颓废的心境中带离出来。我刘展鹏会用自己的能力证明，我有我的价值，一直都有。回到家中已是下午，唐云躺在小床上，进入到空间之中。小辉显得异常兴奋。这让唐云窘了窘，只能将手轻轻划破，为了小辉一滴血，随即看向了一旁那块飞石，鬼使神差的，唐云将手伸到了大石头上，滴了一滴血在上面。片刻之后，轻微的声音在空间中响起，大石头竟从中间裂开了一条缝隙，一道七彩光芒从眼前划过，直飞入小辉之中。刹那间，刺耳的冲击声仿佛重物击打般在唐云脑中炸开，瞬间将唐云击昏倒地。不多时，一道柔和的光芒散开，顶边多出了一颗白色的石头，散发着蓬勃的生命气息，快速治愈着昏迷中的唐云，并将其送离了空间。而此刻，唐云感觉被火烧一般，浑身滚烫不已，头部像是被强塞进很多东西一样，胀胀的不适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。云云。不知道这种煎熬经过了多久，仿若是千万年一般。当唐林再次醒来，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，环视了一圈病房，发现身边并没有人，于是再次一闪来到空间。小辉静静地待在那里，而上面多出了一块小小的白色石头。手扶上白色石头，立刻有一股生命之气涌遍全身，脑中大量的讯息涌入，但唐云并未感到不适，反而觉得头脑越来越清晰。这石头竟然有如此神奇的力量，看来小辉之后我又多了一个小白。如此发展下去，我的脑袋岂不是可以媲美百科全书？嘿嘿嘿。唐林再次迈入校园，已经是3天后。刚一进入到教室，刘星便急忙冲了过来。云云，你怎么样了？听说你病了，现在怎么样了？我这不是好好的。你这几天没来，我一个人无聊死了。怎么会无聊？还不是这次数学竞赛的事。唐林一听便已知晓，一定是其他人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参加数学竞赛，只能无奈地安慰了刘星几句。好在这丫头本就神经大条，一会儿就又开开心心地忙自己的事。同桌，你终于来了，害我想你好几天。嘿嘿，听说你生病了，病好了没？好了。同桌啊，我们今年期末考试英语也要考啊，你英语怎么样啊？我可是全靠你了。唐林无语地扯了扯嘴角，还以为这厮怎么了，感情这是为考试发愁呢，马马虎虎啊！不要啊，段誉，你又在为难云云。嘿嘿，我这不叫为难，我们这是在联络感情。云云，要不让我小姨帮你补补英语吧？我小姨数学英语都不错的。补课。唐林眼中金光划过，嘴角微勾。好啊，小心帮我问问吧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段誉要不要一起？别，那不是要我命吗？还是同桌你去吧，到时候我靠你就行了。嘿嘿。
周六一清早，刘星便拉着唐云来到了小姨补课的地方。小姨，我们来啦！这个就是我和你说的，我最好的朋友云云。顾老师您好，我叫唐云，和刘星是同班同学。听星星说你想补英语，唐明点点头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补课？这样吧，小唐你先跟着现在的班，我课下再给你补进度。今天正好也有英语课，就今天开始补吧。好，星星，你要不要也一起补英语？不要，我还要回去多看看数学呢。云云，你在这补英语吧，我先回家了。这丫头还真是个数学迷。之后，唐云从顾雨山口中了解了一些相关内容。这个补课班一共有4名老师，涉猎很广，跨度从小学到高中，而顾雨山一个人语数外全部涉猎。顾老师涉猎的内容很广，为什么不去学校做个正式的老师？正式的老师哪里是那么容易当的？唐云见顾雨山没有往下说，知晓他定是有他的故事，也没再追问。不久后，唐云认识了其他几位老师，大概了解了之后，满意的笑一笑。这几个人他很喜欢。周日早晨，唐云早早的离开家门，来到古玩市场，找了个明显的位置站好，不知不觉便思绪飘远。记得前世古玩市场在不久后会被香港郭氏集团收购，将这古玩市场打造成古玩玉石一条街。S 市更是因此经济飞速发展，晋级为2线城市。自从收了小白石头之后，他发现他的脑容量达到了极致，除了过目不忘之外，就连前世接触过的小细节都能记得清清楚楚，这可是让他兴奋了好久。既然如今想插手 S 市的古玩玉石行业，就得抢占先机了。正当唐云构想发展计划的时候，便看到魏老向他走了过来。哈哈，小唐丫头来的这么早。嘿嘿，若是不早点到，我怕魏爷爷不等我呢。你这小丫头真是个鬼灵精。走吧，丫头，既然你想去，魏老我今儿就带你去见识下什么是赌石。魏老，这赌石带个孩子去，恐怕不妥。无妨，小陈，将下午的会议推后，我还要在 S 市待一段时间。唐云其实早就猜到这位老的身份不俗，而在石头小白融入体内之后，便知晓了魏老的身份。魏氏集团董事长魏博达，主要经营珠宝行业，荣福珠宝还是清省的明星企业。前世唐云曾到荣福珠宝面试过，可惜因为资历不足，面试失败，当时还郁闷了很久。想不到几经辗转，如今竟然和荣福珠宝的董事长相识，不得不感叹世事难料。魏老板到了，快请进，请进。这是果然可以看透玉石。张老板，这毛料怎么卖？这边的毛料都是按块卖，110块；那边的大块毛料则是按公斤算的，1000块1公斤。一般1块毛料大概要5公斤左右，所以说最便宜的毛料也要5000元。1000块1公斤，这么贵？不错，毛料确实这个价。小唐丫头看看就好。魏爷爷，您去忙您的吧，我四处看看。那小唐丫头别乱跑，若是见识够了，就到那边的解石区等我。魏爷爷放心，希望您能选到上好的石料。魏老离开后，唐云便拿起那块带有金色雾气的毛料，又朝着这堆小块毛料扫了一眼，并没有发现其他带雾气的，于是带着毛料来到解石区。这里的解石机是免费用的，但是解石专员的解石费用要50块，倒不是唐云舍不得钱，只是觉得若要赌石却不会解石，属实有些蹩脚了。这解石知识教于我可好？唐云没有转身，却是眼神一亮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好，看着刘展鹏专心的开始解手中的毛料，唐云眼中划过一丝赞赏。今日的刘展鹏与那日判若两人。出绿了，天，竟然是黄杨绿，是老坑冰中黄杨绿，这可是10乘10的水头啊！质感细腻，晶莹剔透，是高冰种，这可是难得的高冰种黄杨绿。解石的是刘展鹏，没想到这玉石大王又回归了。这要是解出整块的翡翠，那可是价值不菲啊！哟，我倒是谁引起这么大的轰动？原来是你刘展鹏在解石。听到这话，刘展鹏正在解石的手顿了顿，抬头看着来人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愤怒。王平，原来刘老板还记得我，就是不知你欠我那200万何时归还？有钱在这赌石却不肯还钱，刘老板的信誉可真是好得很。我们之间的恩怨今天自会解决，你无需在这里给我抹黑。现在我在解石，还请王老板一边看着就好。好，那我就在这件事见识你刘老板的本事。王平语气不善，并不看好刘展鹏手中的毛料。要知道，很多毛料都是靠频率蒙了许多人。直到刘展鹏将整个翡翠解出来的那一刻，王平瞬间绷不住了，心中暗自嫉恨。好不容易设计他倾家荡产，竟然让他翻身了。刘老板，你这翡翠出手吗？这翡翠不是我的，我只是帮人解石而已。那这翡翠的主人是？这黄杨绿是那位小姑娘的。恨呐！那高冰中的黄杨绿是那小姑娘的？不会吧，简直开玩笑！太不可思议了，这是哪位老板的孩子？小姑娘，你这翡翠卖不卖？这黄杨绿确实是我的，既然大家喜欢，不如就开个价如何？小姑娘，你这黄杨绿我出60万。这高冰种的黄杨绿，一副镯子就要30多万，我这块翡翠起码能打10副出来。
剩下的边角料打成小饰品，一个起码也要10几万，起码能打出10数个。若是将整个翡翠打成大件，价钱更是不止这些。您出价60万，是想买2副翡翠镯子？哈哈，老陆，这下踢到铁板了吧？60万你糊弄孩子呢？这小姑娘不错，我出400万。李老板身体还是那么硬朗啊，不过这黄杨玉我老赵可是要和你争一争，我出450万。老赵啊，你一个搞香烟的，和我抢个什么劲儿？500万。嘿嘿，我这不是想给我家那口子弄个寿辰礼物。李老板啊，你就别和我争了，你也知道我家那口子的厉害。小姑娘，这黄杨玉我出600万。李老笑笑没有再出价，既然是寿辰礼物，那他就割爱了。况且这黄杨绿翡翠若是500万买，制成手镯和饰品转手还是可以挣不少，但若是600万买，搞不好就挣不到钱。唐云心中了然，这赵老想必就是华夏烟草的董事长赵振东了。620万。人群外突然传来一声叫价，只见魏老和他的助理小陈疾步而来，在看到黄杨绿在唐云手中的时候，瞬间瞪大了眼睛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这丫头是想刺激死我吗？原来是魏老，怎么魏老也对这黄杨绿也有兴趣？原来是赵老，刚刚出价的竟是你了。可不就是我这把老骨头，莫不是魏老要和我抢这黄杨绿？赵老也知道我做的就是这行生意，遇到好料当然要争上一争，却不想你老竟然也看上这黄杨绿了。魏爷爷，这翡翠我已经决定卖给这位赵爷爷了。你这翡翠是竞价，我们魏总已经出价，你怎么能反悔？魏爷爷，这翡翠我想卖给赵爷爷是因为意义不同，相比钱财来说，我更注重这意义。哦，意义，小唐丫头此话怎解？哈哈，这小丫头通透，我喜欢。我买这翡翠可是给我家那口子的寿辰礼物，意义当然不同，魏老不会介意吧？原来是这样。他和赵振东也算熟识，这赵振东疼他那老伴儿是众所周知的。虽然魏老急于找好翡翠，但君子不夺人所爱。小丫头叫什么？这小丫头叫唐云，和我那一对外孙是同学。这丫头鬼精灵着呢。魏老一脸骄傲，仿佛唐云是他孙女一般。你这小子就爱臭显摆，这小丫头我也喜欢，不过她可不是你家的，要是你家的，我估计还会嫉妒嫉妒。非得让我那外孙把小唐丫头追到手，到时候这丫头就是我们家的了。我看我家孙子更有胜算，等你那外孙还在学校混的时候，我那孙子早就事业有成了，比你外孙有魅力。我那外孙可是一对儿，一个不行就另一个上，更何况嘿嘿，近水楼台先得月嘛。为老不尊。唉，世风日下。这丫头有趣。当唐云从银行出来的时候，那张原有200万的银行卡上又多出了600万。想起银行行长见到他转账时的表情，好似吞了的鸡蛋一般，让人觉得好笑。小唐丫头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若是遇到什么困难，尽管找我。当唐云回到解释区的时候，便听到王平在催刘展鹏还账。刘展鹏，你要是再不还钱，今天就休想走出这大门。这位叔叔，刚才谢谢你帮我解释，我还想买几块石头，还能请你帮我解释吗？赌石场所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不可在赌石期间发生争执。好，在这里还有这赌石场所的规定护着你，等出去了有你好看的。这位叔叔，能走了吗？在王平阴郁的视线中，唐云和刘展鹏来到了大块的毛料区。来到这里后，唐云心中有些激动，因为他看到有好几块毛料带着雾气。唐小姐，您这是想选毛料？刘叔叫我小唐便可，不必太拘谨。刘叔，当初那王平是如何设计你的？前阵子 S 市有一场私赌，我与人竞价拿下了一块擦出窗口的毛料，因为私赌买到的毛料只能拿回去自行解石，没想到王平竟然和举办人串通，将我买的毛料调包。等回到店里准备解石时，我才发现带回来的毛料竟然只是一块石头而已。这毛料如何会调包？这毛料都是由卖方负责运送，而买家只需看运即可。只是当天我老婆打电话说是被车撞了，我才安排了一名手下替我看运，哪知那手下竟然也被收买了。那举办方如此设计你，难道不怕影响信誉？我也后来才知晓，当天举办的人正是王平的小舅子，他小舅子就是个游手好闲之人，哪里做过什么举办方，定是那王平给他出的主意，二人合起来给我下的套。唐云听了点点头，没有说话，而是仔细观察着一块毛料。刘叔，看看这块毛料如何？这话题转变的也太快了点吧。这块毛料表象不错，手摸着质感也算不错，这皮壳上有小片的血，照理说应该会出绿，不过这个我也拿不准。刘叔，这块毛料我要了，你推个车带着吧。刘展鹏很快便推了个手推车过来，将毛料抬起放上去，便跟着唐云继续挑毛料。这是拳头大小的毛料碎块，冒出来的雾气竟比黄杨绿浓郁得多。唐云将其拿在手中，心中也不免有些激动。这等好料差点就被埋没了，果然是金子总会发光。淘到此等好料，唐云也没再继续挑选，而是让刘展鹏推着毛料一起去付了款。大块毛料花了2万3，小块边角料则只花了100块。之后两人再次来到解石区，随着刘展鹏操作解石机一刀下去，一抹耀眼的红光流露而出。
出了又出了！我靠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张老板，你这次的货这么好？这次的货可是老坑极品货，我可是费尽了力气才抢到了这些。要知道这批货算是我有生以来抢到最好的货呢。你们下手晚了，可就得看着别人眼红了。众人看到张老板这批货接连出绿，加上他那煽动的话，心下都痒痒的，大有准备出手的意思。我靠，红匪是极品红匪，真的是极品红匪。这一刻，张老板肠子都悔青了。极品红匪的毛料竟然当成肥料卖了，亏呀，亏死了！若是那红匪被我挑出来，这辈子岂不是都不愁了？老子这辈子也没见过红匪啊，今天竟然能有幸看到红匪的解释全过程。不行，一会儿看完这红匪，我也去小毛料那里选几块。对，我一会儿也去。而此时最激动的，莫过于正在解释的刘展鹏了。那拿着毛料的手都有点抖，他可是很清楚的知道这毛料的来历。震惊的同时，也对唐云敬佩不已。大家别吵，看刘老板继续解释。也就在这时，魏老那边传来好消息，快看，又出绿了，这次是魏老板的毛料，又一个黄杨绿。张老板，啥时候你这黄杨绿都成大白菜了？一天连出2块。而魏老见到他的毛料解出冰种黄杨绿，心下稍微松了一口气。唐云见了有些奇怪，照理说魏老从事这么多年珠宝行业，对一块玉石没必要如此在意，难道是有何难言之隐？出来了，竟然是冰种红匪。有生之年有幸看到这冰种红匪，死而无憾了。小丫头，这红匪出售吗？若是能得到这冰种红匪，放到店里绝对比任何宣传都有效。不知道李老板出什么价钱？这极品红匪虽然只有拳头大小，却已是十分难得，1400万如何？唐云顿时心中一颤，他知道这极品红匪难得，却不想竟如此值钱。丫头，我出1600万。李延庆虽有心竞价，奈何流动资金紧张，最终魏老以1600万得到了那极品红匪，令他激动不已。这次赌石带着唐云这丫头果然没凑，这件事情可算解决了。没能竞价到翡翠，李延庆抱怨几句便先行离开。而魏老买到了红匪，本来也想离开，不过在唐云跟他说了几句话后，便也没急着走。当刘展鹏将那46斤的毛料搬上解石台上，干净利落的一刀下去，众人顿时有些失控了。MD 又出绿了，看样子是水中，让不让人活了？我切了那么多毛料，没一个出绿的，那刘展鹏切了3个，刀出绿，哈哈，看你是嫉妒吧，不然下回解释你也找刘展鹏给你操刀。小姑娘，你这半毛料我出200万，我出230万。虽然半赌毛料风险很大，但唐云却连着出了2块翡翠，这让众人都有些跃跃欲试。250万，270万，350万。王平本来还犹豫着，此时见刘展鹏竟然叫到350万，心中着急了。刘展鹏，你有钱赌石，没钱还账吗？真是一点脸面都不要了。反正也是输，赌这一次说不定我还有翻盘的机会。若我赌涨了，就算你王平不走运，你想翻盘没那么容易。400万，想和我争，做梦去吧。刘展鹏面色很不好，足足沉吟了好一会儿才狠下了心。420万，500万。王平看刘展鹏眼中冒火，十分憋闷的模样，顿时觉得开心，有种出了一口气的爽感。最终还是刘展鹏颓废的败下阵来。只要有我在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王平说完，便颇有些嘚瑟的晃到唐云面前，甩出一张500万的支票。然而唐云却没有接，只是面无表情的站在那里。就在王平等得不耐烦的时候，刘展鹏伸手接过了王平的支票。众人看到这一幕也是发懵，因为此时的刘展鹏哪里还有刚刚的颓废之色？你这是何意？给我一张纸做什么？那是支票。果然，这丫头骗子只是运气好，小孩子而已，连支票都不认得。刘展鹏，就算你缺钱，也不至于抢人家孩子的钱吧？怎么改行程打劫的了？这钱本就是我的，怎么你王平买了毛料不想给钱？那毛料不是你的？不是啊，我只有200块钱，买了2块毛料。这位叔叔见我不会解释，看我年纪小才帮我的。刘展鹏欠的钱，唐云不想经由他的手来还，这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因此这钱还是要由刘展鹏自己来还。这丫头可真能装啊，演技绝对是实力派的。那你刚刚为何同意我们竞价？我什么也没说啊，这东西又不是我的，我妈妈说过不可以乱说话的。王平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赌石是你自己赌的，丫头从头到尾一句话也没说，你怎还找上这丫头的麻烦呢？生意人最忌讳的就是插手别人的恩怨，唐云也没想到魏老会出面帮他，心中暗自记下这个人情。魏总言重了，我这是在了解情况，可没有半点为难这小姑娘的意思啊，是吧？小姑娘也是，这孩子才多大点，怎么可能和刘展鹏一起设计我？更何况神仙都难断玉，在毛料上是动不了手脚的。吓死我了！竟然拿孩子找事儿，看把那小女孩吓得都不敢大声说话了。可不是嘛，刚才那孩子多灵巧，这会儿吓得都不敢说话了。这人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刘展鹏看了看委屈的唐丽，又看了看一脸便秘的王平，听到众人说的风凉话，他差点没笑场。自从他破产后，心情就没有像现在这般畅快过。刘展鹏，你竟然坑我！坑你？这话从何说起？这毛料可是实打实的在这摆着，价也是你自己叫的，没人逼你。不过确实要谢谢你，我正愁没钱还你，你就给我送了500万。
王平，那毛料你都买了，不去解释，在这里拌嘴有意思吗？最终王平只能狠狠地瞪了刘展鹏一眼，随后吩咐手下过去解释。不出所料，整块毛料只有那切面薄薄一片，在万元户都是大款的年代，500万的价值可想而知，而这500万却只买了一块石头。王平当场就晕了过去，走出赌石场。魏老离开前有些意味深长地看了唐云一眼，后生可畏。唐小姐，你是如何知道那毛料里面是空的？猜的。唐云说出了大实话，那整块毛料只有一条薄薄的雾气，所以他猜测里面的翡翠就只有那一小片。可刘展鹏却是一点也不信，若不是能确定那毛料是块废料，又怎能设下一系列局呢？因此看着唐云的眼神不知不觉多了一丝敬畏，同时心中也无比坚定。从今天起，我刘展鹏就跟着唐云了。刘叔，既然您愿跟着我，那我便不会亏待了您。无论这珍宝斋日后发展如何，您都占这珍宝斋10%的股份，这珍宝斋还由您出面打理，对外您还是这珍宝斋的主人。不过我眼中容不得沙子，您若诚心待我，那我定许你一个锦绣前程。唐小姐，我想知道为何选我？你的人品和你的能力。好，一切听从唐小姐吩咐。刘叔，这珍宝斋的名字我并不想改，就现前来说，珍宝斋还是以珠宝玉石为主。不过日后有机会，这古玩界我们也要涉足的。刘展鹏有些激动，没想到唐云还保留珍宝斋的名字，那可是他一手建造的，有着特殊的感情，于是使劲点点头。这珍宝斋唐小姐放心交给我打理，古玩玉石行业我都会盯着。不过如今珍宝斋已经空了，货源我能联系上，只是这启动资金怕是要不少。不愧是从业珠宝玉石多年之人，工作代入感很强。这300万您先拿着做启动资金，珠宝的货源您看着办。至于玉石方面，若是还有赌石相关的消息，您通知我们去碰碰运气。现在离过年不到1个月，刘展鹏的意思是年前重新开业，但时间仓促，况且唐云还要上学，确实不太方便。还有珍宝斋开业需要有个噱头，他相信只要有赌石大会，噱头就有着落。最终决定在年后找个好日子重新开张。两人谈了一些今后的发展方向后，眼见天色不早，唐云便起身离开，而刘展鹏看着偌大的珍宝斋，心潮澎湃，那种摩拳擦掌想闯出一番事业的斗心重新燃起。母亲辛苦劳作存下400块，本想给女儿添置一套新衣服，却不料存款不翼而飞，只是单纯的询问婆婆有谁进过她那屋。结果被来串门的三婶齐桂枝听到，唐云刚回家进门便听到几人的争吵声。张华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小心思，我的金凤喜凤才没进你那屋，说不定是你家唐老三手脚不干净，干那缺德事，别往我家孩子头上扣屎盆子。就是老大媳妇，这是你做的太缺德了，怎么能往我2孙女身上泼脏水？这孩子小年纪的，可不能叫你毁了名声。妈，您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我就问了一句，从头到尾我都没说是他们俩拿了钱。张华的教养很好，从来不会骂人，此时心中气愤委屈，说出的话却没有半分气势。我怎么说话了？有你这么和婆婆说话的吗？你们老张家有没有家教了？诬陷完人家孩子，现在还想诬陷我这老太太吗？你们哼，张华你 TM 的别给脸不要脸，今儿个要是别人敢说我家孩子，我早上去抽他了。一旁的双胞胎姐妹有些得意洋洋，见到唐云的身影时，更是挑衅的横了他一眼。给脸，三婶子的脸可是够多的，你一个小崽子一边待着去，你生的才叫崽子，而我可是个人，这龙生龙，凤生凤，三婶子别弄混了。MD， 今天我不教训你，我不姓齐。呀！你放开我！唐云非但没有松手，反而加了些力气，那不断缩紧的手让齐桂枝眼中露出一丝惧意。若是你还是喜欢找麻烦，我不介意送你一程。把你今天偷的钱交出来，我放你一马。众人早就被唐云这番操作吓傻了，没想到平日里木讷的唐云竟然下手这么狠，就连老太太的眼神中都多了些惧意。唐喜凤还不赶紧把钱拿出来！听到这话，唐喜凤连忙将钱拿出来扔到桌子上，小心翼翼地看着唐云。张化看着那400块钱，眼圈红了红，有种沉冤得雪的感觉。可真是奶奶教出来的好孩子。滚！齐桂枝疼得厉害，心有不甘，却也知道现在捡不到便宜，只能拉着两姐妹离开了唐云家。哼，今日算我齐桂枝吃了亏，改天一定找回来。齐桂枝走后，张化才松了一口气。唐云心中满是心疼，他记得上一世母亲并没有找到那400块钱，奶奶更是添油加醋的和父亲告状，导致夫妻俩大吵了一架。妈，别担心，都过去了，以后谁也不能欺负您。张化眼泪唰的就掉下来了，看着安慰自己的女儿，他觉得很对不起女儿，女儿还这么小，正是需要他保护的时候，却没想到是女儿保护了他。我一定要强大起来，保护我的女儿。第二天，唐云照常上学，却不知何时传出了数学竞赛满分的校园黑马，都在猜测着这校园黑马到底是谁。云云，你说那校园黑马是谁呢？说不定是你呢。云云最讨厌了。看着刘鑫那可爱的模样，唐云笑了笑。当金老师站在台上，兴奋地宣布了校园黑马是唐云的时候，整个班级都炸锅了。刘鑫盯着唐云，两眼放光，崇拜之意溢于言表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同桌，以后考试我全靠你。
你了。唐云彻底无语。放学后，金老师还特意来到唐云家，将此事告知了唐家人。父亲兴奋地将唐云举到头顶，弄得他都有些不好意思，毕竟都快30的人了，还真是不习惯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唐云每天下课就去珍宝斋，如今大部分事宜都是刘展鹏在负责。唐玲对这行了解不多，跟着刘展鹏也学到了不少东西。这天，唐云从珍宝斋出来，才想起今早母亲嘱咐他早点回家，今晚二叔做东宴请全家。唐云到家时，便见到脸色有些难看的奶奶。老三，你二叔今晚请客，你知不知道？这都几点了，你才回来，让大人等你一个小孩，这么不懂事。哪来那么多废话？知道晚了还不赶紧走？华腾大酒店在 S 市中心，在这个年代算是高档酒店。来这里的不是市里领导，就是商业人士。唐云的二叔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，在家族里就属他最有话语权。二叔虽然和家里走得不近，但是过年过节还是会一起聚聚。大哥，你们一家子来的可够晚的。三弟，你好好说话，别阴阳怪气的。大姐，我这不是等着急了吗？知道今天二哥请吃饭，我可是饿了一天呢，现在还有气说话就不错了。瞧你那点儿出息，国宾啊，若都是家里人，晚到点也没什么，若是有外人，岂不是让人笑话？行了，都少说2句，大哥赶紧和爸妈入席吧，别站着。这边刚做好，那边就开始上菜了。唐云没有说话，静静地想着珍宝斋之后的发展大计。哟，今天唐老三怎么这么安静，咋一句话都不敢说了？三嫂说什么呢？糖糖一直都挺安静的。你知道什么？一天就围着你那宝贝儿子转，他是智障又不是残疾，吃个饭还得让人喂。小姑唐子琪是个可怜的人，结婚1年老公就出了意外，唯一留下来的孩子智力还发育不足，年纪轻轻成了寡妇，如今带着5岁的儿子在外面单过。齐桂枝的话无疑戳到了唐子琪的心口，心里酸涩，却说不出反驳的话。他三婶不着边际的话就不要说，别没事找不痛快。今天我请这家宴，是希望家里人能多接触，增进感情。那些上不了台面的话就别说了。大哥、三弟，咱今天喝点儿。这顿家宴吃的还算是融洽，虽然期间互相攀比的成分比较多，但表面上却都过得去。一顿饭下来，竟然吃了3天8，结账的时候属实吓了众人一跳。这花的还算少的，平时每次来这里花费都不低于5000的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皆是惊讶，对他的认识直接蹭蹭提高了好几层档次。要知道，唐云家半年不吃不喝也就只有5000块，而唐国栋挥挥手，一顿饭就是他们半年的工资。回到家中，奶奶李红琴还在嚷嚷着，还是他二儿子有出息，去得起大饭店，认识大领导之类的话。父亲唐国斌听在耳中，心里不是个滋味。看来今天的这顿家宴，也为父亲日后的辞职下海经商埋下了椅子。闭上双眼，唐玲嘴角上扬。既然父亲想从商，成全他又如何？开心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，期末考试后也迎来了假期生活。整个寒假，唐云都在忙活着珍宝斋的事，期间还和刘展鹏又去了赌石。唐云凭借鬼眼挑到了不少好料，并找人将这些好料打磨成各式各样的摆件。有了这些摆件，珍宝斋的开业是不成问题了。嘿嘿嘿。